德国是位于欧洲中部的国家，是欧洲联盟的成员国，也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，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，以及世界知名的科技和工业领域。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，由16个州组成，首都为柏林，政治体制是民主共和制，并且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是联合国、欧盟、北约等国际组织的成员国。德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，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技水平，是欧洲最大的出口国之一。其汽车机械化工、电子等产业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国家之一，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。德国在教育和文化领域也非常重视，拥有许多世界知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，吸引了许多国际学生前来学习和研究。文化丰富多样，融合了不同地区的传统和现代元素，音乐、文学、艺术等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，也以其丰富的旅游资源而闻名，拥有许多迷人的城市和景点，如柏林的勃兰登堡门、科隆的大教堂、慕尼黑的新城市广场等。此外，德国拥有美丽的自然风景，如黑森林、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等，吸引了众多游客。总归而言，德国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和文化遗产、强大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国家。它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，并且以其高品质的产品和丰富的旅游资源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，是一个引人入胜和多样性的国家，拥有许多受欢迎的城市。接下来是德国最具有魅力的5个城市，以及它们的特点和景点。法兰克福是位于德国黑森州的现代化城市，是德国的金融中心，也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之一。这座城市以其经济实力、文化活动和悠久历史而闻名于世。作为欧洲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金融中心，法兰克福拥有众多国际金融机构的总部，包括欧洲中央银行和德国联邦银行，同时也是欧洲证券交易所的所在地之一，吸引了众多金融专业人士和企业。除了金融业，法兰克福也拥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遗产。著名的法兰克福大教堂建于14世纪，展现着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风格，其内部装饰和艺术品令人惊叹。而罗马广场是法兰克福的核心广场，同时也是该市最古老的地方之一。这里拥有众多古老的建筑，包括市政厅和圣尼古拉斯教堂。游客可以在这个广场漫步，欣赏这些古老建筑的美丽。美因河是法兰克福一个受欢迎的景点，这里沿河拥有多家咖啡馆和餐厅，让游客可以享受美食和美酒，同时欣赏美因河风光。游客也可选择参加美因河游船之旅，一边欣赏河岸景色，一边享受轻松的游览时光。此外，法兰克福有众多博物馆和艺术画廊，其中施泰德艺术馆是最著名的，收藏了众多现代艺术品，包括画作、雕塑和摄影作品。在这里，游客能够一窥世界各地艺术家的作品，深入了解现代艺术的多样性和演变。法兰克福拥有美因河畔的艺术区，这里汇聚了众多艺术画廊和工作室。在这个区域，游客有机会欣赏到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，并与艺术家进行交流和互动。总而言之，法兰克福
游客可以欣赏到法兰克福大教堂、罗马广场和美因河畔的景色，同时还能品味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和艺术画廊。无论是对金融业或文化艺术感兴趣的人，法兰克福都是一个令您期待和值得探索的城市。汉堡位于德国北部，是德国第2大城市，也是一座港口城市。它坐落在阿尔斯特内湖周围，这个湖被汉堡市中心最古老、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群所环绕。汉堡市政厅也坐落在湖附近。汉堡是一个河流与河道众多的城市，拥有欧洲最多的桥梁，比威尼斯、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总和还要多。汉堡市政厅是旅游的热门景点之一，它是一座华丽的巴洛克式建筑，配有蒂凡尼蓝色屋顶，中间塔楼上的金色时钟更是坠之一枚。阿尔斯特湖是汉堡市区内的大型人工湖，与多条运河相连。湖畔环境优美，被大片绿树和草坪所环绕，许多豪华别墅和住宅区依湖而建。阿尔斯特拱廊旁有许多时尚精品商店和咖啡馆，值得花时间停留，甚至有旅行者推荐说，没来这里就等于没来汉堡。另外，绳索街是汉堡的夜生活中心，早期聚集了许多制作船用缆绳的工匠，后来演变成了全德国最大的红灯区。到了晚上，街道上的酒吧、脱衣舞俱乐部和夜生活纷纷开始，整个街区灯光璀璨，观光人潮众多。据说披头士乐队在1960年代也曾在汉堡绳索街的几家夜总会演唱。汉堡也被称为德国的音乐剧首都，安德鲁·劳埃德韦伯的作品《猫》在德国的首次演出就是在汉堡。易北爱乐町是汉堡的最新地标，这座建筑本身设计感独特，建造当时超出很多预算。另外，位于汉堡北部约45分钟车程的吕贝克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镇，整个吕贝克老城区至今仍保持着中世纪的风貌，城中到处是古老建筑和巷弄。最后拥有童话小镇美誉的不来梅，距离汉堡约1小时车程，它是格林童话中不来梅乐队故事的发源地。这个可爱的小镇充满了自己的特色，散步在街道中，让你有置身于绘本或动画中的氛围。科隆是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一座美丽城市，位于莱茵河畔。这座城市以其壮丽的哥特式大教堂而闻名于世，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哥特式建筑之一。除了大教堂，科隆环拥有众多令人惊叹的建筑和景点，在莱茵地区扮演着经济、文化和历史的重要角色。这座城市拥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。中世纪时期，科隆成为重要的教会和艺术知识中心。不过，在2战期间，科隆遭受了严重破坏，战后成为一片废墟。尽管如此，城市决定重建时并未引入现代摩天大楼，这样的决定保留了德国的历史景观。科隆大教堂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旅游地标之一，部分原因在于它深受基督教朝圣者的喜爱。据信3位东方的博士来到这里，献礼给婴儿耶稣。除了雄伟高耸的尖塔外，另一个亮点是收藏着东方3博士遗骨的3王圣龛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，科隆大教堂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，是目前仍存世的德国哥德式教堂的典范。而霍亨索伦桥以其独特的结构而闻名于工业界。这座拱桥由3段桥段共同构成，全长约400米，为行人和火车提供了横跨莱茵河的通道。
然而与科隆市的其他桥梁不同，这座桥也因席卷欧洲的爱情所热潮而独具特色。情侣们纷纷来到这座桥上，在人行道旁的栏杆上挂上刻有两人姓名首字的锁头，然后将钥匙抛入脚下的河流中。这种表达永恒爱情的方式，导致欧洲各地的小桥因承受不住锁头的重量而倒塌。但霍亨索伦桥采用坚固的建筑材料构建，虽然已经承受了重达好几吨的锁头，但仍未出现任何损坏迹象。另外，莱茵河畔的美景是科隆的另一个亮点，游客可以沿着莱茵河散步，欣赏河岸两侧的风景，还可以乘船游览，欣赏河流两岸的城市风光。科隆的莱茵河畔也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，让人可以放松身心，享受惬意的时光。如果您对科隆的历史感兴趣，您可以参观纳粹历史文献中心。这座建筑曾是盖世太保秘密警察的总部，现在转换成展览空间，展示科隆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。可以在这里了解科隆在这段黑暗历史中的角色和影响。慕尼黑既是欧洲最繁华和现代化的都市之一，同时又保留着当地传统的古朴风情，其被誉为德国最瑰丽的宫廷文化中心。悠久丰富的历史赋予城市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王都风范。慕尼黑也是德国经济中心城市，高科技产业集中，汽车制造、电气与化工均占有重要地位，拥有 BMW、西门子等数十家跨国公司总部。玛利亚广场是慕尼黑的城市中心，这个广场上有许多历史建筑，其中最著名的是新市政厅。新市政厅是一座宏伟的建筑，每天中午，游客可以在新市政厅观赏到著名的哥伦布钟表演，这是一个由木偶和钟乐组成的表演。旁边不远还有一座圣母教堂可以顺道参观。而慕尼黑皇宫是一个宏伟的宫殿，曾是巴伐利亚国王的官邸。这座宫殿建于16世纪，拥有许多华丽的房间和花园，游客可以参观宫殿内的博物馆，欣赏到丰富的艺术和文化藏品。慕尼黑皇宫是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的典范，展示了当时的建筑和艺术风格。内部的珍藏琳琅满目，金碧辉煌的程度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艺复兴风格。来到附近的英国花园是慕尼黑最大的公园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公园之一，充满了美丽的花园湖泊和运河。花园内甚至拥有一个滑水场，是夏季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。这区最有名的景观是希腊爱神殿，可居高临下眺望广大的花园全景。再来一定要介绍的新天鹅堡，位于慕尼黑西南方，是举世闻名的城堡，也是迪士尼城堡的原型。这城堡于1869年开始兴建，是一座令人陶醉的童话般建筑。慕尼黑也是啤酒节的举办地，每年9月底至10月初，数百万人从世界各地涌入慕尼黑，参加这个盛大的节日，狂饮超过700万公升的啤酒，并享受到音乐和娱乐表演，是慕尼黑1年1度的旅游盛事。如果在这时期到慕尼黑旅游，一定要将它列入必去行程。柏林是德国首都跟最大城市，位于德国东部，过往是德意志地区的政经中枢、文化重镇，在2次大战时被轰得体无完肤，冷战时又经历东西柏林分治。柏林围墙倒塌后，经过多年重建，度过德国统一的阵痛期后，再度摇身一变，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首都跟德国文化中心。勃兰登堡门是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地标之一，
与巴黎凯旋门并列为欧洲最具代表性和民族情感的历史遗迹。这座古老的城门建于18世纪，曾是城市的象征。如今，勃兰登堡门成为了和平和团结的象征，而女神手持的铁十字勋章是胜利女神回归柏林时加上去的，而这勋章正是为了感谢对抗拿破仑的军人而设计的。在布兰登堡门旁边的德国国会大厦是柏林热门景点，里面除了认识德国国会的发展，以及东西德统一之后德国民主的进程，另外记得到德国国会大厦上面的透明圆顶参观，除了眺望百灵市容，也是拍照打卡的好地方。而位于亚历山大广场旁的柏林电视塔是德国最高塔，总高368公尺，360度的景观外观。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可宗的复轴，阳光直射时，在某个角度的球形体会产生十字反光，就仿佛一个居高临下的十字架一样，时时刻刻在监督打压宗教自由的东德政权。来到柏林围墙纪念碑，是纪念柏林围墙倒塌的重要地点之一。柏林围墙曾经将柏林分成东西两部分，成为冷战时期东西方对立的象征。如今围墙已经倒塌，但纪念碑仍然存在，提醒着人们过去的历史。游客可以在这里了解围墙的历史，并反思人类对自由与和平的追求。关于德国，你可以感受到了一种踏实和安稳。这里的人们注重品质，崇尚效率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透露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品质的追求，是一个让人沉浸在历史与现代、自然与文明融合之中的国家。我对这片土地上的感言，是对于它独特魅力的赞叹与深厚底蕴的尊敬。谢谢您，有空再帮我订阅，再会了，拜拜。